TUDC 今年已经第2年了，那相较于第1年比起来，那今年多了什么，或是有些优良的赛事延续下来了？借这个机会让贝斯哥跟他们说 ，TUDC 这个比赛有什么样的赛事，也非常多元嘛，就不只是硬碰硬的顶级赛事，还有非常多的副赛，那这样算吗？这叫副赛嘛，主赛跟副赛都有。我们现在第1年的 TUDC， 其实我们就是边走边做，我们只想要先办一个赛事。然后我们第1年是办循环嘛，北中南都办。那有好有坏，有人多有人少，然后有场地的问题，其实找场地非常非常的辛苦也困难。然后今年因为有世华哥也是以前的老标手在台中支持我们，然后帮我们去谈威格这个场地。所以我们在台中办，因为刚好北中南都近，对，所以我们这次在台中办的今年都在台中办比赛。然后因为去年的这个机会，所以今年有很多赞助商也慢慢看见我们，包括卡里本啦也加进来了，然后 Strado 啦，你看我们这次的赞助商其实很多不一样，对，整面墙。对，我们觉得很开心，就是大家都看见我们，然后也愿意支持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很乐见台湾飞镖的成长，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赛事去切磋，包括今年又有别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选手来参赛，对，在香港的选手也想来参赛，对他们也想要来看看台湾的 TUDC 的强度，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棒。那你在国中、高中 U22、U15、U22 慢慢打上来，你打了一个很好的成绩，那然后你没有舞台了，它就没有然后了。对，那有 TUDC 这件事情，你可以衔接着上来挑战更高的强度，然后去在台湾跟不同的选手去对战较量，然后被别的厂商看见，然后再让你更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才是很重要的事情，可以衔接台湾的选手去做这样的事情。包括我们现在不断的跟海外的选手交流，然后我们去参加一些海外的比赛，像下礼拜我们带了100多个人出国比赛，去那个苏州，对，然后再来我们有横琴的比赛，澳门 Open， 然后再来有11月的香港的比赛。下次也想去。对，我们接下来有好多的比赛会一直持续的，就是不断的跟海外交流，然后让台湾选手可以聚在一起出去比赛，然后一起出去玩，然后去跟不同的强度的选手交流，把台湾的强度提升。然后今年我们有硬靶，我们把硬靶加进来，让大家可以在去 PDC 之前要参加 PDC Asia， 你先来 TUDC 磨练自己。我怕当 choker， 我怕打硬靶打不到，你先来打 TUDC 试试看。然后包括低等级的选手来，我们有大众组，我们有一般组，我们的分级制度，但是我们没有让几样分，对，我们就是让大家来依照你现在的等级状况去遇到你现在的差不多等级的选手一起切磋，然后让你进步，然后你去看着这些很高等级的选手他们在较量的那种强度，然后让你自己有这种想法，想要去提升自己，一起去竞争，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会有比赛会有鬼卡嘛，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总是，比如说选手之间我们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主办方的看法是什么。就是我相信你，一定有遇到有人抱怨，或是有这个情况发生。那就是贝斯哥，你是怎么看或处理？就是有鬼卡的事情，然后有人申诉还是怎样？这些到底是你是怎么度过的？要怎么度过这些事件？其实我以前很气鬼卡这件事，因为我的等级是一直上去，就从此再也没有下来。那时候我记得台湾有一间标店，它是13.99以下，然后他每次开报名都满。我记得我那时候13级，终于可以去报名他的时候，他不让我打了。对，他说你现在的等级不止13级，所以你不能打。对，那我就觉得靠，那好，那我既然你这样讲，我就一路打上去，一路打到底。我的等级只有升没有降，我出去比赛只有高报没有低报，从来没有。所以那时候常常输给我，每天练标6到8小时，在礼拜6的时候输给一个6级的，
而且他是 triple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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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心咚关你，我输了，那我这个礼拜的练标我在干嘛？对我那时候好气鬼卡，后来我发现它其实是一个很主观跟客观的事情，所以现在对我的认定是你有没有控卡。对，因为你有控卡，表示你是鬼卡，你故意去丢别的地方，降低你的 mark 数，那我觉得这个就不行，这个才叫真正的鬼卡。可是如果你是低等级的爆冲，我可能6级打个9撇 ，why not？对，我觉得这个是很主客观的事情。那一直到我现在，我们自己办比赛，当然会遇到，也常常会有很多人私讯，他才几级，为什么要报几级？纠纷的时候，哇，好多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发现，第一个，你会有人情的问题。我认识你，我不认识你。对，我认识你，我很容易判断你几级啊。可是我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他报了9级，可是一堆人来跟我讲说他有13级，我无从判断。所以我们才会在粉丝专页后面定了一个规章，就是说，如果他在比赛前被检举，我们会依照他什么样子的等级做什么样的裁处。就是以一个我们看得到的事情去做，但是这个东西其实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我刻意做卡，你永远查不到我。对啊，没错。对，所以什么是鬼卡，然后怎么避免，这个真的就是人性了。它就像公德心一样。纠纷出现的时候，你也没办法不处理嘛。当有人申诉了，那你该怎么办？对，但是当下如果有人申诉，我们会先去看当下的情况，如果它是非常非常夸张、肉眼可见的夸张，那我们会可能就是当下可能会去判断，但是目前为止是还好啦。对，可是他已经打到，比方说打到双季军了，打到冠亚军了，对啊，那你不能 DQ 他啊，对不对？这个太难了，这个真的太难了，真的超难的。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我也会有情绪，然后我也有主客观的问题，可是没有办法，这就是公德心。对，你说不能丢垃圾，大家都知道，对。但是真的遇到了，你怎么证明是我丢的？对，一样的道理。对，我之前听过，就是我跟贝斯哥在闲聊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一下 Super DAS。这个就是贝斯哥参加的比赛，16个选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休息室，是吗？哦，不是，它是就是我们会有那个书画间嘛，然后每个人有自己的位置，对，然后像吃便当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便当，那像我会有一个翻译，对，然后我要去，对，那像我要去练标，然后我们现在该去干嘛？集合去彩排。然后我们现在要签名、签海报，我们现在应该要干嘛、做什么事情？他就会带着你这样哇体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你那时候有跟我讲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因为你刚打2年嘛，然后看到哇全部都是国际级的标手嘛，然后你就很想要找他们签名，可是你又觉得说，我是台湾代表呢，我没绕亏也不能绕亏，我好像不能当个小迷弟这样，然后后来反而是选手来找你签名什么？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套那个 Super DAS 的那个16强的卡片套组，对，然后他就摆在我桌上，我就想说，靠，因为它是有2张卡片的一个表框，对，我想说，哇，这个 Phil Taylor 在，不找他签名怎么行？然后想说，既然找他签名了，是不是也要找春松签名呢？是要找其他人签名的？我就坐在我的那个梳妆台前面想了好久，然后说我要找他们签名吗？可是我不找他们签名就没有这个机会嘞。确实。可是我去找他们签名，他们会觉得你是来比赛是来追星的，所以我坐在那里想了好久以后，春松跟小野惠太就跑来找我，然后拿着那个跟一支笔，叫我签名，然后我就我就先帮他们签。我帮他们签完名以后，我就把我的给他们2个签，然后我就拿着笔跟着他们2个开始找所有的人签。哇，这很好玩，对，那是一个很棒的体验。然后包括对于选手的礼遇这件事情，还有包括像我去 DMC 比赛，他们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有机台，然后有休息室，有很多的酒。那个房间其他人是不能进去的，只有选手可以，只有他们的赞助选手可以进去，那是他们的固定办法。所以我们去比赛的时候，你在一般练习你是看不到他们这些明星选手的，
你要到吸烟区或者厕所才会遇到他们。所以我这次像 TUDC， 只要有一机会，我就把红龙拉起来，来8强选手这里给你们练标。对，我希望我们辛勤努力的练标投币是值得被这样对待的。对，我们努力的练标，把时间花在这里，然后愿意飞出国去比赛，我花机票钱，花住宿钱，不管今天是不是被赞助，我要买标役、标头、标杆、标身，我今天要投币，我要花我的时间，然后去热爱飞镖这个运动。我希望我们是被尊重的，对，而不是我们不是玩票性质，我们不是玩家，所以当选手真的很辛苦，所以我希望选手可以被同等的被对待，所以我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对，包括我今天是主办单位，我就想要对他们好。对，我想要像去年的 final， 我就想要大家出场是帅的。我希望大家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就是我今天还玩这件事情，因为我永远都觉得有意思比有意义还要来得有意义。对，这是我对现在飞镖的一个看法。感谢 Leo 邀请我来拍摄这一次，让我跟大家讲解一下 TUDC， 然后我的一些心路历程。那我也想要邀请他在8月30、31 TUDC 的第3站来担任我们的赛评主讲。对，然后如果你们有喜欢的选手，可以告诉他，我们希望他可以对我们这次的赛评带来一些不一样的看法。谢谢贝斯哥的邀请，谢谢。然后这件事情呢，刚刚是正式邀约嘛，那其实刚刚在咖的时候呢，就稍微聊一下这个想法。那我自己呢，非常荣幸，然后也很开心，然后也觉得好像可以挑战看看，有点期待。我自己做了一个 Google 的表单啦，然后我会放在那个影片的说明栏，或者是这边或那边有 QR code 之类的，我会放上去。那只要你是有在参加比赛的，不管你几级，我都希望你可以填一下。什么时候上台不知道嘛？那你如果上台了，我就你的资料可以讲，你的店家、你的赞助商、你的个人资料，我全部都再念一次。我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帮你自己曝光，然后帮你背后的店家曝光。这是我觉得这是上台当然是荣耀的事情，也可以 push 一下你背后支持你的这些 logo 厂商们这样子。好，那 OK， 谢谢贝斯哥。想上台的告诉你，对，想上台的告诉你，只要你出循环，我们尽量安排你上台。OK， 好，那就到时候看那个贝斯哥怎么安排，我们再讨论一下。没问题。好，那谢谢 OK， 今天就这样，感谢贝斯哥，谢谢，好，谢谢大家。影片结束了，按赞、订阅、小叮当，小铃铛，拜。